姐妹俩来报案，他们80岁的老父亲一直在被继母强奸。警察连忙询问了详细情况，竟是继母一直在给父亲服用伟哥，然后天天圆房，因为父亲患有心脏病，这么做非常危险，并且继母还禁止子女们前去探望，所以2个女儿才来报案的。警方想知道继母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妹妹表示父亲会把她的财产平分给他的现任妻子和孩子。Your stepmother wants a child so she can have an extra share. So she's raping him. 真又是一件奇葩的强奸案。随后警方展开了调查，他们先传讯了父亲的保姆，保姆也证实继母在偷偷给父亲吃伟哥，因为老头有点老年痴呆，所以并未察觉。虽然有了证言，但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老头和妻子的夫妻生活到底是犯罪还是一个老年人的梦想。本森当即表态，只要父亲不能表达同意，那就是强奸，所以这个强奸者是不是妻子根本无关紧要。有了这个定论，警察们也就找到了侦查方向。随后他们来到了父亲家里，想探查一下老头是否精神不正常，但是继母却拒绝让警察和他单独谈话，父亲也附和什么都听妻子的。没办法，警察只好当面问询了起来。Pertaining to your sex life, you're happy to keep your wife satisfied? Well, of course I am. I mean, just look at her. 父亲亲口确认了这件事，并且思路清晰，不像是老年痴呆。继母顿时心里美滋滋的。可当老头还在滔滔不绝时，不料下一秒竟突然卡壳了。警察追问接下来呢，结果父亲却说不出来了，好似一下子就忘记了。见状，继母急忙借口丈夫已经累了，随后下了逐客令。然后警察转身就把情况汇报给了检察官。检察官一听，父亲这不是赞同夫妻生活吗？有啥可告的？可本森警长想知道当时老头看上去是否清醒。结果警探却说不确定，因为老头当时一直对着继母眨眼，说着说着话就突然卡壳了，实在不好确定。而就在这时，突然噩耗传来，老头因为心脏病发刚刚已经住院了。本森当即抓住了案子的关键。If the wife knew and was secretly feeding him those pills? Yeah, that's assault 3. Recklessly causing physical injury to another person, maybe even attempted murder. Am I right, counselor? 但检察官却表示，除非他女儿能提供继母明知父亲有心脏病并且加重他病情的证据，否则谁也拿继母没办法。那接下来就是寻找相关证据了。随后警察来找了大姐，想知道继母是否知道父亲有心脏病。大姐表示她当然知道，父亲曾发表过一篇关于自己心脏病的文章，全世界都知道。Let me be clear. Did you and your sister ever specifically discuss your father's heart condition with Charmaine? Absolutely. 而另一边，本森也带人来到了医院，想知道父亲的心脏病是不是伟哥引起的。可医生却说不知道，因为还没看到老头的完整病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20分钟前，继母带着一辆私人救护车，不顾医院的阻拦，强行把父亲带走了。She pulled him off the EKG monitor and was in such a hurry, she took our IV pump with her. 而这种情况非常危险，老头可能有性命之忧，惊得本森都不知道说啥了。可更要命的是，这时女儿们也拿到了法院的探视令，正理直气壮地来看望父亲，不料却遇到了这个匪夷所思的情况。哪知冷酷的检察官竟认为妻子有权带走丈夫，这并不违法，但本森等人反驳继母有谋杀的嫌疑。可是检察官表示这些都没有证据，因此无法捕风捉影提起指控，气得本森只好转身去搜捕继母了。而后很快就找到那辆私人救护车，不料司机却交代当时继母想去机场出国，但他果断拒绝了，他可不想摊上人命官司。于是继母半路打了一辆出租车就走了，事情简直是越来越离谱。不过既然知道了继母的去向，随后警察就及时赶到了机场，截住了继母和父亲。继母竟声称要去度假，父亲也表示什么都听，小娇气的。可是女儿们已经拿到了法院的探视令，继母不得阻拦他们探望父亲，因此警察将他们拦了回来。而面对法官，继母反问凭什么扣留自己，不料女儿们接话父亲精神不正常，你却想将他偷偷带出国。警察也补充说，继母今天强行把老头带出了医院，而且有证据显示导致他突发心脏病入院的起因是由于继母给他服用了过量伟哥。这时法官也明白了过来，今天的争论在于继母是否虐待了父亲。随后他直接询问了父亲是否被虐待。No, of course not. 听了这话，继母相当欣慰。不过警察当即提醒他有精神病，于是小妹决定向大家证明一下。You know who I am, right, Dad? Yes, I know you am. You're my daughter. 老头看似一切都很正常，不料当问到我叫什么名字时，老头就卡壳了。继母连忙借口是他累了，不料法官也看出了端倪，又问了一遍，结果老头就胡言乱语起来，情况显而易见了。最终法官判定送父亲去医院，女儿们仍有探视权。然而警方还没高兴3秒，第二天就收到了老头在医院去世的消息，还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这下案子就变成谋杀案了，必须查明父亲的死是否与继母有关了。不料此时继母正准备处理老头的尸体，幸亏警察及时赶到才拦了下来。接着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检查，虽然死者确实是心脏病发，不过法医也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 There's semen in his urethra. 这可真是够炸裂的。 He had sex? Final ejaculation shortly before or after he died. His wife
climbed into the hospital bed with him? 当然，凭老头当时的身体，他肯定不行。随后法医证实是用了直肠电刺激法，才取出了老头的种子。这也是继母为什么着急处理尸体的原因。总结了前前后后这些事后，检察官终于决定起诉继母过失杀人罪了。接着双方就对簿公堂了，而辩论的焦点就是继母的种种行为是否会加速父亲的死亡。首先，保姆作证，他经常看到继母把伟哥碾碎，偷偷放进果汁里给父亲喝。接着，医生证实将老头强行带出医院，又坐救护车又坐出租车，确实给病人增加了压力。然后大姐声称继母在明知他们有探视权的情况下，还阻止他们探望，明显就是想修改遗嘱。整个继母一时非常被动。可是就在这时，继母和女儿突然同时收到了一条视频消息，竟是早已去世的父亲。这一下子就把大家整得措手不及了。原来父亲3年前就录了一段视频，在他死后由律师发送了出来。视频里父亲对继母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并斥责是女儿们的亲妈让他们和继母对着干的。很明显，这段视频对警方很不利，可又无法查明这是父亲的真实意图表达，还是继母的诡计。而后果如警方所料，视频成了继母反击的有力证据。继母一时又支棱了起来，尽管女儿仍是坚持自己的诉求，但父亲的话无论从哪方面都是对继母有利的。随后继母做了陈述，解释了把父亲从医院带走的原因是老头不想死在管子和机器的包围中，至于偷偷给他吃伟哥，是不想让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这样会有损他男人的尊严。一切的解释都是那么合情合理。接着对方律师传唤了下一位证人，不料一听名字，检察官当时就急眼了，因为那人正是小妹，他怎么可以给继母作证？但是法官却批准了，并给了检察官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大姐当场就懵了，怎么也不会想到小妹竟然反水了。可小妹却反驳，看了视频后才知道真相，而且继母不让探望也一直是你告诉我的，这全都是你的一面之词。大姐急忙喊冤，不料小妹也急了，直言都是因为父亲不给你的项目投资，所以你嫉恨父亲，父亲才不想见你的。而就在大姐极力辩解之时，继母和律师突然走了过来，又和大姐争论了起来，不过却被小妹打断了，因为父亲不希望看到他们这个样子。而鉴于清官难断家务事，检察官抛出了认罪协议，只要继母认罪服刑1年就够了。可继母却提出了一个不得不判缓刑的原因，那就是她怀孕了，是不用坐牢的。对此检察官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整个官司就这么圆满完结了。